亲爱的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在灵性跟命运的层次上，正缘不是简单的某一个理想恋人，而是那个跟你有灵魂约定，相遇之后能让你的人生产生蜕变、成长跟觉醒的那一个人。正缘是带来祝福的，它并不会完美，也不总是顺利，但你遇见它，会改变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走向。有些灵魂本世的功课是深入体验一段爱，所以可能只会有一位正缘。但有些灵魂承载着更多转化的课题，所以会遇到多位正缘，每一位都带来不同的学习，带来爱、伤痛、觉醒、疗愈，或者是支持。就像人生中的关键转弯区一样，正缘呢会在每一个重大的关口出现。它并不是来填补你的空缺的，而是来推动你的蜕变。不是每一个正缘都会成为你的终身伴侣哦。有时候正缘来了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；有时候你们相遇的太早，也可能只陪伴彼此一段旅程。所以，从塔罗牌的能量层面来说，一生之中正缘可能有一位，也有可能有3位，所以是1至3位不等，因人而异。它们分别象征着初恋的觉醒跟纯粹，情感中途的激烈学习与转化，或者是情感后期年龄稳定之后的灵魂共鸣。所以，当你遇到正缘的时候，你的内在会有非常强烈的熟悉感，好像灵魂早已认识到对方。在遇到正缘之后，你的想法、你的生活、你的方向开始改变。你自己可能愿意放下过去，放下太多的防备、自我的一些限制，会有更多的内在触动感觉。所以当正缘出现之后呢，你会感觉安心，你会感觉一种回到家的熟悉的感受。亲爱的，正缘不是你找对了谁，而是你在对的时间遇见了正缘，成为了准备好更好的人。所以很有可能真正的正缘不一定轰轰烈烈，但是当它出现之后呢，你会知道你的人生从此将会不同了。所以亲爱的，今天我们的占卜主题呢，就是下一位正缘会出现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呢？对方即将出现吗？他是怎样的人？你们之间是怎样的情感连接呢？让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启示，预测关于正缘的讯息，同时也来显化我们的正缘。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，我们要从其中一组选择进行聆听。最左边是第1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当下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对接，而不是逻辑思考哦。所以亲爱的，请跟着我做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把我们的腰背挺直，肩膀下沉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排出所有的杂念，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呼吸上，吸气，吐气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请显化我的正缘，它即将在什么时间出现呢？请指引我准备好迎接它的出现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。公屏打出来，迎接正缘，感恩宇宙的安排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，这样的一个字样，让我们来吸收视频的能量，同时也让我们提升自我的幸福感，提升自我的能量。留言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。感恩宇宙，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。那我现在开始为你做占卜咯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正缘的讯息。那么首先，
你和正缘之间呢是充满着热情、好奇心跟冒险精神的，所以两个人是真实的面对面互动。你们相遇的场景呢，并不是网恋，或者也不是从社交媒体陌生的讯息开始的，而是在现场的碰面、眼神的接触，以及在当下更多的对话沟通之间，慢慢发展出来的情感。很有可能是在跟比较动的能量、热情、热闹的这种能量的场合，也可能是在人比较多、非常活跃的这种环境之中遇见彼此的，也有可能是在体育运动啊，或者是健身房啦，或者是舞台表演啊，或者是在社区活动，在一些户外活动、一些音乐节，也可能是在朋友之间的聚会。参加某一个集体的活动，或者是在团体之中，你们对立，但是又互相的欣赏。你们会注意到彼此的风格能量，可能并不是说一见钟情哦，但是在更多的接触、对话、活动之中呢，会慢慢发现对方身上很优秀的一些品质，慢慢的对对方呢产生很多好的想要合拍、适合在一起的这种心境。虽然很有可能并不是一见钟情，但是在第一次见面呢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就会有一种既聊得来又玩得到一起，但思想上面又有冲突的这种感觉，在对方面前呢是会真实的去表现自己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会太介意对方的一些态度，反而是你这种真实，反而是你这种活泼开朗的力量呢，吸引到对方，对你有更多的一些注意。另外呢，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水杯这张牌卡，也可能是在一些有饮料、有水、有咖啡的这些地方而去认识的，比如说咖啡厅啊，或者酒吧，或者是聚餐啊，或者是下午茶，或者是在一些展览开幕、品酒会，有音乐的一些舞蹈的活动之中，也有可能是在艺术的一些市集、周末集市。总之呢，很有可能也是在这种有饮料、有艺术的气氛围之内认识到的彼此。那么你们相遇的当下呢，实际上是充满着正能量的。我们出现了太阳这张牌卡，就是很开放，然后大家呢都是兴高采烈的啊，彼此有这种不会偷着掖着对彼此好的一些感觉，那可能并没有那种神秘感，也没有这种暗恋或者是长相思，真正是当下的大家的互动呢，都是比较主动的，都是感觉蛮有情绪，也很开心、自信的一种状态。两个人呢都闪闪发光的互相吸引，这场相遇呢应该是点燃你心中的希望跟勇气的，让你觉得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，也让你觉得有一种熟悉感，好像一眼呢就看见彼此的这种灵魂呢是容易去懂对方的，而且两个人呢可能也是有可以合拍、可以合作、比较搭的这种状态。可能一开始呢，你们是因为一些事情，大家去同做一件事情而进行的连接。那后来呢，就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然后产生的心动。对方呢可能会很欣赏你的能力、你的态度，而你呢也会发现他是那种做事很靠谱，然后值得信任的人。你们之间的这种相遇并不是偶然的，而真正是有一种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状态。也可能你们有相同的专业呀、相同的技能啊，或者是共同去参加培训班，可能共同去做某一个项目，也许是同事，也许是合作者，那也许是同学。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团体、团队
合拍合作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在的。而之间的情感呢，也是快速的发展呢。虽然你们的相遇来的是比较突然的，但是没有任何混乱的情况，感觉你们是准备好，就是要脱单，准备好要进入到恋情之中。大家呢都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遇到了，还不错，还合拍的人，那就给对方更多的机会，那就主动去抓住这样的一个缘分。大家也愿意去见面啦，愿意去聊天啦，愿意去更多开放的互动。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，就会互相的邀请，就愿意彼此走得更快、更接近，没有太多的这种界限，或者是边界感，或者是特别要去观察一段时间啦。其实大家是属于那种一拍即合，然后快速推进情感，然后肯定彼此的恋爱节奏。很可能从认识到进入到拍拖谈恋爱呢，也就是1个月之内的时间了，所以是非常快速的。这份情感呢也是比较明确的，就觉得遇到了合适的人，遇到了喜欢的人，那么就不要拖沓，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试探，而是真实的去做一个行动派吧。所以你们的相遇呢，可能是在你人生觉得有掌控权、有热情，而且很自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相遇的时间呢，很有可能是在9个月之内，速度快的话呢，就是2个月之内就会遇见彼此了。你们的这种情感呢，还是蛮正向的，而且充满这种行动力，充满着肯定，充满着喜悦的心情。首先，我们出现了圣杯9这张牌卡，代表着愿望实现、内在满足、吸引力提升，真的就是美梦成真。在你生活很富足、很快乐、很享受生活质量的时候，你不会是很急躁的去寻找爱情，反而是专注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盛、更加精彩的时刻，你的正缘就出现了。也有可能它是在你情绪特别饱满、人生很顺利的那个时刻遇见他的。你们之间完全是精神上面可以达到共鸣的，双方都是准备好去迎接对方这样的一种状态。从时间角度来讲的话呢，也有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夏天，你们会在一个特别身心灵感觉到舒服、真实、安心的时刻去进行连接的，所以是在这种情感很温柔的月份季节。另外，也有可能是很快就将发生，甚至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可能1个月之内就会遇见对方，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权杖王牌哦，就是一旦相遇的话呢，就会迅速的感觉得到默契，迅速的去感觉得到比较强的吸引力，就是顺水推舟发展的很快，而且你们的互动呢也是很自然的推进的，感觉特别的好。正缘呢，就是在你最真实、最自足、最开心的状态之下相遇的哟，所以这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外貌、个性呢？首先，我们用3张动物牌卡来看一下你的正缘。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，它很有可能就像是小梅花鹿一样。这个人呢，气质是很温柔，是很干净，而且他是安静不张扬的，不是那种夸夸其谈或者是特别爱表现的那一种人，反而呢是有一些低调的。是一个五官清秀，然后谈吐比较细腻，
有一定的气质修养的人，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羞涩，可能会有一点害羞。这个人呢是比较敏感的，但是他也属于很懂得察言观色的人，很懂得给到别人一定的情绪价值，给到一定的正能量。他不是那种在人群里面马上就会注意到他的，但是呢，跟他接触之后，你会看到他的灵气，你会看到他的聪明，你也会看到他是一个很安全又可靠的港湾。而且他也像熊猫一样，有自己傻傻的、呆呆的、可爱的、不急不躁的那一面。他是很温和、疗愈的类型，有一种成熟男孩，或者是一种比较内敛但是成熟女生这样的一个氛围。它应该会是一种给人比较自然安心的气场，喜欢平静的生活，喜欢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可能也是有比较高的家庭观，然后很孝顺，很行侠仗义，很重朋友。他可能不太喜欢那种很嘈杂的人群氛围环境，不希望随时都是一大群人在一起哦，随时都是那种兴高采烈的。它对于你来说呢，就像是一杯热牛奶一样，不会是很强烈的刺激，但是是可以让自己的心呢不断的温暖起来的。有时候呢，它也会有很萌、很呆的那一面，但是这个人是有脾气的哟，是有个性哦。外表看着呢，他是非常的温顺的，但千万不要去伤害他，或者是欺骗他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也是会攻击，会有防备之心的。不是一个特别讨好型的人格，但也有自己的顽皮，也有自己的节奏。他也可以像是一个腊肠狗一样，让人印象深刻的，因为他应该很懂得打扮自己，愿意让自己与众不同，而且跟你互动的时候呢，会开玩笑啊，会耍一些幽默啊。但这个人呢，他也有明确的这种边界感，跟自我内心的力量，很有韧性，懂得坚持，不服输，有比较高的抗压能力，也是一个很忠诚的人。你会觉得他蛮特别的，是一个性格很好，有一定迷人魅力气质的人。那么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他的外貌、性格，宇宙给你的启示是什么？好的，这个人是属于那种不太上进的人，他可能本人会比照片好看的更多，因为他是属于气质更加胜于自己长相的。第一眼看上去可能没有多少的惊艳，但是第二眼呢，就会让人觉得蛮着迷的。他可能是中上的长相，就是大家喜欢的，很有亲切感，不会特别的这种有棱角分明的人，不是那种眼睛大大的呀，甚至有可能呢是双眼皮，但是眼睛呢非常的有神，可能是属于那种理工型或者是艺术型的人。他的穿着呢是比较简单，然后素雅的，喜欢干净整洁，不喜欢那种带太多的一些首饰啊，或者是太多时尚的 logo。他不太喜欢这种夸张的打扮，他是看起来呢非常
舒服的，就是爸爸妈妈、朋友们都很喜欢的那种长相，喜欢的那种状态的人。身边其实欣赏他的人还蛮多的，而且他的身材其实是很好的，身材比例不高也不矮，有一定的运动习惯，生活呢应该也是比较自律的，可能喜欢跑步啦，可能喜欢健身啦，可能喜欢骑自行车啦，可能他是会有一定的运动员气质的，走路呢也是直背挺胸，然后动作也是比较干净利落的那一种，身上呢是比较纤细，但是又有肌肉的，肉比较结实，所以整个人的状态看着是很好。然后他也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、很理性的人，懂得善于逻辑思考，懂得策略性的思考，不是一个特别容易亲近的人。人与人之间呢是有一定的距离的，但是一旦成为他很信任的人之后，他是一个绝对可靠的，愿意去给予力所能及所有的一些帮助。这个人说话呢也是能讲重点，不是一个唠唠叨叨或者是特别喜欢说话的人，反而他说出来的话都是有营养的，都是可以切中要点的，说话很有分量。然后在感情上面呢，其实内心也是有浪漫、罗曼蒂克很丰富的那一面，但是他不会对谁都是很浪漫的，他是有比较强的自控能力的，不会轻易的去表露出自己的一些情感，比较黑白分明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所以也不会去玩暧昧，也不会玩太多的爱情游戏，也不随意的去调情。一旦他打开自己的心门爱上了谁，他就会给对方很深刻的这种情感支柱。另外呢，他蛮有耐心的，做事情也脚踏实地，很接地气，也有一定的事业之心。他懂得长期规划金钱，愿意努力的去创造财富，在事业上获得成功，为了让自己，为了让家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加的有质量。在感情上面，其实他比较属于慢热的类型，无论是在做事情上面，还是感情追求上面其实都不会想要一夜暴富啊，或者是突然这种建立很激烈的情感，突然就是大家很快的同居生活在一起，除非是非常爱了，除非是信任关系呢，才愿意很积极的去滋润告白情感。他是注重一定的安全感的，喜欢打安全牌。有时候呢，他可能也会想的比较多，可能过度的去思考，但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有时候想得多就会想得比较复杂，但好在他自己的内心还是比较积极正向的，所以不会出现特别消极啊，或者是负能量、负面情绪的那一面。任何事情都有好的有坏的那一面，他尽可能的去思考好的那个方向。但是他不会特别的去追求情商，他可能更多的去追求智商，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啊，提升自己的文化啊，提升自己的专业度，这是他很喜欢的。但是在人情世故方面，就是要去讨好别人，要去应酬，或者是去做违心的话，拍马屁，这些他是不喜欢的。不喜欢的人呢，他可能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不会是那种笑面虎，好像表面跟对方关系特别的好，但是内心里面其实是特别排斥对方。他不是那种，而是他会讲真实的话，做真实的一些事情，不会想要过度的去包装自己，或者是去讲一些心口不一的话，所以也不用去猜他，这一点是蛮好的。所以在性格方面其实是蛮不错的，
那么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命运连接，你们之间的缘分，它是你的真爱，它会给你蛮多爱的能量的，而且你们的关系呢，也是有一种很强烈的、充满创造力、很值得信任的状态。你们可能会一起去旅行啊，你们可能会一起去学习新的一些事情啊，你们可能一起去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啊。两个人在一起呢是特别开心的，就像好朋友，就像一起的玩伴，也像是恋人，一起去感受这种琐碎的生活小事，是可以玩到一起去。而且你们之间的朋友呢，也是互相交融的，他会把你带到他的社交圈里面，让你们之间可以有共同的一些玩乐。另外呢，他也会给到你情感上面的一些张力，让你更加的勇敢，让你更加的去表达自己。因为你终于遇到了一个欣赏你真实模样的人，你越是做自己，你越是自由的话，他越会支持你哟。所以无论你去追逐怎样的一些梦想，他都愿意陪伴在你身边，给到你鼓励，或者是扶持帮助到你，因为他会让你有一点点的依赖感。对方呢是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很多问题的，也许他会给到你一定的情绪价值，也许他会给到你一定的经济支持，也许他会给到你一定的智慧。无论你出现怎么样的一些纠结或者是难题，他都会站在你身边去帮助你一起去解决的。实际上，真正的爱不是要你完美，而是愿意跟你一起承担，一起共度所有的这种挑战困难的，所以你也会感觉得到很搭档合作的能量。另外呢，这份爱也有一定的疗愈能力，让你感受到你被珍惜，你被尊重。所以正缘应该跟你走得蛮长久的，他可能不是弥补你缺失的人，但是他真的是愿意跟你完整的并肩前行，给你一起去创造新的生命蓝图的。你们会有共同的享受人生生活状态，一起去分享爱，一起去分享自由，一起去创建未来梦想哦。所以是非常棒的情感关系即将出现哦。当然，这是大众占卜，不会100%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。宇宙呢，指引你来聆听，一定是有一些讯息要传递给你。如果你需要更加准确的正缘占卜的话呢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加我为好友，申请占卜，我就可以在私下为你做1对1的占卜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宝剑牌卡哦，宝剑牌卡在塔罗牌里面属于风的能量，代表着消息速度是非常快速的。有可能你和自己的正缘呢是在网络社交媒体之中认识的，在线上认识。刚认识的时候呢，大家有蛮多思想上面的沟通交流的。你不会是因为外貌或者是外貌协会他长得好看去对他心动的，更多的呢是在精神上面、思想上面得到共鸣。其实一开始的接触是在一个比较开放，还是比较轻松自在的状态之下，你对这个人呢有好的一些印象跟感觉，因为他蛮真实的。他没有藏着掖着，或者是过度的去包装自己，他是怎样的他就说怎样的一个话，非常的诚恳。即使有时候呢，你们的一些想法都是不太合的，或者是他的想法跟你是对立的，但是他也会让你从不同的一些角度、不同的一些观点去做思考，他打开了你某方面的一些智慧。
也许他说的一些话呢，是别人从来没有讲给你听的，也许他说的一些话呢，并不是全部很欣赏或者是很美好的一些话语，甚至有时候呢，会很直接，夺到你的痛处，或者是讲到一些你从未知的一些文化啊，或者是一些想法，所以你愿意跟他有更多的一些聊，即使有时候呢，三观是有些不合的，但是可以去磨合，但是可以让你从不同的一些视角去做判断，这些地方呢，你会跟他很聊得到一起去。也有可能你们刚开始会有一些想法上面的争论啊，或者是观点上面的不合啊，但是呢，这种状态反而让你有更多一些认知，让你有更多一些智慧，所以这种情感呢，让你特别的上心，觉得很独特。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建立情感恋爱的关系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有可能你们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，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，不会说几万人都是在线上认识的，因为看这个视频的人很多嘛，所以也有部分的朋友是在线下认识。不过刚认识的时候呢，你们可能是在一些竞争或者是对立的这种场合，也许是在一些体育运动活动里面，或者是在一些竞争型的活动里面，或者是在一些谈判的场合，或者是课堂的一些讨论，或者是在一些社交聚会之中。只不过呢，社交聚会里面可能现场大家都是有很多态度上面的这种张力分歧的，可能他不会完全的去认可你，然后这个人呢，他也不是讨好型的人格，他也不是一个可能特别害羞，在那边听大家说话的人，他也会去表现自己的一些立场。你会觉得这个人呢，冷静，有智慧，但是又有自我的一些表达，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，会让你不自觉的去注意到他，感觉这个人呢是不同于其他人的。表面上看着你们两个人好像有一些想法啊，语言上面的一些讨论，有一些分歧的这种互动的，但是呢，又是会愿意去理解对方，又是会认可对方一些不同的想法的，所以会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有文化、有深度的人，可能是一种灵魂去认出彼此，但是外在呢，先去讨论或者是先去吵一架，这样的一个爱情开场也是特别的奇妙，特别的独特，有一种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的感觉，有一种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去进入到这种连接的状态之下，非常的妙。而且你们的相遇呢，本质上面还是比较正面的，虽然说有讨论有竞争哦，但是都是很正向的去做一些讨论。你也会看到对方很愿意去倾听你的一些想法，很愿意去理解你的一些想法。相遇的时候呢，还是比较快乐的，只不过你当时没有那种好像要跟对方建立爱情的这种态度。内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纠结的，不知道要不要对他打开心门，或者是你可能正在逃避选择。那么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宝剑2的牌卡，如果你是在网络上面认识他的话呢，你可能也会怀疑这个人会是自己的正缘吗？网络上认识的人真的靠谱吗？我要去跟他有更多的互动连接吗？其实当你去这边思考的时候，当你去质疑的时候，你已经上心了，你已经正在激励自己有更多的好奇心，有更多的冒险精神。那么另外呢，也有的朋友可能会
在认识他的时候正卡在一个选择上面，也许是自己要去做这种生活状态的选择，也许他跟你是远距离，也许你们是两个不同的生活状态、不同的专业度，或者是你当下有其他的追求你的人，你要去做选择，或者是在网络这种社交媒体里面呢，有多项选择，你要去挑一个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。所以最初跟他接触的时候呢，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还是不会觉得特别的笃定，特别的肯定。但是呢，可能在某一次的这种接触之下，突然它打破了你原有的想法，去打破了你的防备，或者是你的这种人生计划。它可能出现在你生活比较稳定的时候，然后会让你重新质疑你要不要去做其他的尝试，要不要更加的勇敢一点，或者是这是真正自己想要的吗？总之呢，为了他，你会去做出重大的决定，也许去离开一段错的暧昧感情，也许去放下一段自我否定，然后去勇敢追求爱的这种情况，也许会让自己更加的大胆，无所顾忌，没有关系，愿意去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互动，或者是打开自己去主动积极的邀约他，追求他。总之呢，它会是让你有蛮大的一个蜕变的，这种蜕变呢，可能就是你的觉醒时刻，会打破你原有的这种安全感，然后更加的无所顾忌，更加的勇敢去抓住这个缘分，去做一个让你都觉得很冒险的决定。还有可能它会让你更加的欣赏自己，因为看到自己不再是按部就班，或者是特别的被动，让你看到其实你会更加的潇洒，为了这份爱呢，给予更强的一些力量，没有太多去关注未来，或者是担心未来，或者是一定要有个结果，而是在当下呢，会去尊重自己的选择，从自己的内心出发，去做大胆的一个决定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。而关于这个时间点呢，很有可能是你在很享受自己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你的正缘出现呢，是在你的生活很稳定，然后人际关系也是比较妙，自己呢也有一点的金钱存款，很享受生活，很享受自己生命状态的那个时刻，遇见自己的正缘，你可能正在实现自己的小梦想，正在去理财，然后自己也是有一定兴趣爱好的培养，有比较强的安心稳定感的时候，你的正缘出现。快的话呢，很可能就是在3个月之内；慢的话呢，宝宝们，你们有的朋友可能是9年之内，有1年之内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的。因为有的朋友呢，可能观看这个视频年纪还是比较小，可能在遇到自己的正缘之前呢，还有很多的这种桃花体验，而出现一些偏桃花，或者是出现一些贵人，让你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技巧，可能会让你有更多的蜕变，可能会让你在事业上面有更多的进步，有更多成功的状态，直到你生活都非常的丰富、有高质量的时候，你的正缘才会出现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也有讯息代表着可能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，你也许会晚婚。
你也许不会在特别年轻21、22岁的时候就遇见自己的正缘，就进入到同居生活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不要想着我们一进入到社会里面就去结婚生子，那非常的可惜，浪费了自己的人生。不如在结婚之前多多的去感受不同的情感，感受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最好。当然，在结婚之前呢，在成为妈妈或者是爸爸之前，我们先拿一定的时间去让自己的事业成功，梦想呢去实现。当一切有好的物质基础之后，我们再去养育小孩是最好的。所以宇宙呢，当然会在对的时间给你对的人，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的。好，但是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你可能当下呢已经27、28岁了，那很有可能在1年之内或者是3个月之内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哦，这个也是因人而异。好，但是无论如何呢，宇宙告诉你，你会是在非常独立、财务、金钱、物质很好，以及自己事业稳定、内心满足的阶段，遇见自己的正缘的，是在最佳时刻哟。那么，到底正缘又是怎样的一个样貌、性格、品质呢？如果我们先用动物牌卡来看他是怎样的人的话呢，首先我们出现了萤火虫这张牌卡，他是一个在黑暗之中闪耀的人。这个人呢，蛮积极、蛮正能量的。他可能人生经历过一些黑暗期，可能出现一些伤心啊、失落啊、盲目啊，或者是消极的阶段，可能出现过这个阶段，但是他很好的调整过来了，因为他在遇见你的时候已经光之回归，重新发光了。他可能是一个治愈过内心小孩，一个安静有吸引力，然后内在有光芒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可能是有比较强的疗愈力量的，他疗愈过自己，然后他会把更多的爱去分享出来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出现了松鼠这张牌卡，可能他是一个很灵活、反应比较快，然后有一定的生活阅历、智慧的人，经历过一些情感，经历过人生的一些挫败，但是他反弹了，所以他是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，有比较大的一个格局的，可能有时候呢想法也是比较通透的。这个人喜欢分享知识、分享消息。可能有时候呢，也有一点点神经质，哈哈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，观察力也是比较强的，然后懂得边界感，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。其实他是一个很忠诚，然后又很善良，很有包容度的人。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金毛这张牌卡，代表他非常的温顺，他没有很强的功利之心，也没有暴脾气，也不喜欢用武力去解决任何的问题，是一种比较强的亲切感，让人感觉他是很温暖的。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耐心、有责任感、对爱情、对感情都很忠诚的人。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呢，他是被信任的，他也是被大家喜欢依靠的人。这个人的能量还是很正，然后家教应该也是比较好的，内心呢也有比较强的爱的力量。好，具体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哦，宇宙给你他的关于性格外貌的一些讯息。有的人啊，长得好看，就是真的相由心生。看到这个人的内心呢，其实是蛮正直、蛮温柔的，所以他长得也会是好看的哟。看着是属于那种五官很端正，轮廓非常清晰，气质呢也是比较从容、优雅，然后形象呢很好，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，身材也是比较好的人。
大家都蛮喜欢的。它不是那种外表特别的惊艳，但是呢，就是看着很舒服，看着很有魅力、迷人这样的一种状态。五官呢配在一起特别的好看，而且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讲究生活质量，比较讲究自己的穿着打扮的，有一定的这种品味，有一定的审美力，而且也很注重细节。生活呢是比较独立，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，看得出来，也许他是从小被养的比较好的，爸爸妈妈给他的爱比较多，让他就是衣食都是富足的，要么呢就是他自己在你们相遇的时候，他的经济条件也还不错了，所以他的生活品质呢还是比较高的，很懂得保养，有一种小资的生活风格，也许他的香水啊，或者是手表啊、发型啊，或者他喝的咖啡啊，都是比较讲究的。他就属于那种会让人忍不住一直看、一直欣赏的那种状态。头发呢，应该也是很细致柔顺的，散发出一种我很懂得照顾自己，我很懂得保护自己，我很懂得享受生活这样的一个气息。也有可能他曾经胖过，然后呢瘦下来了，或者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不太健康的生活作息，然后呢后来调整到非常自律，也许他大病了一场，所以会很注重生活，就是更加的一些节制啊，更多的一些保养，也有可能呢。他是曾经叛逆过，然后现在呢，他会更加的一些成熟，也有可能他身上呢会有一些纹身，或者是疤痕。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高塔这张牌卡，就代表着他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外貌或者是形象上面的转变，但是转变到更好。如果是男生的话呢，他也许就是比较阳刚的，有比较强的存在感，会搭配好的表啊、墨镜啊，或者是皮鞋啊，应该去散发出一种成功人士的气息。他也可能会喜欢去欣赏艺术品，收集一些或者是去学习投资理财、股票啊、基金啊这方面的，他可能在金钱上面比较懂得如何去钱生钱。这个人呢，还是有一种很低调的奢华品味。他的身材呢，应该也是性感跟柔和并具的，就是身材是比较好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出现恋人这张牌卡，就是说比较标准的有曲线的身材，不会特别的高瘦啊，也不会特别的就是胖，真正属于那种稳定但是又有力量的感觉。肉呢是比较结实的，也许它有肌肉，也许它骨架比较大，也许它肩比较宽，也可能它有运动的习惯，所以给人一种比较健康、安全感的身材形象，就属于梦中情人的那种标准状态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的正缘它属于那种长得好看，然后身心灵呢也是比较健康的。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些颓废，但是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呢，他应该是属于很正直、很好的一种状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许过去
他有过金钱浪费，或者是败财，或者是投资失败的一种经历哦。也许在金钱上面他有过失去，或者是匮乏感，或者是有金钱上面的困难。但是呢，当你遇到他的时候，或者是随着他年纪的增长，他越来越懂理财、储蓄、节俭，去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让自己呢可能。比如说买东西，他会买少但是精致，他是很懂得金钱价值的。另外呢，可能在感情里面，他也受到过伤害，有过不好的情感经历。可能在这个情感里面，也许他错过了，也许他不懂得珍惜，那也许他没有好好的把握，没有爱情技巧。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他会不断的去学习，让自己在人际关系互动上面有更多的正能量，有更多的奉献，有更多的给予，算是一个有上进心，而且不断进化、不断进步的人。过去呢，可能他比较害怕改变啊，或者是失去啊，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调整自己，告别过去，不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，但是会从过去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，让自己的未来更加的好。所以他是会不断的去完善，不断的去完整自己的。慢慢的会学会更多的享受当下。这个人其实灵性是比较高的，有比较强的第六感、直觉力，内在呢也是比较敏感的，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社交，去建立自己的情商。也有喜欢独处，可能自己一个人听音乐啊、看书啊、去修行的那一部分。但是在人际关系上，一旦信任了身边的人，他就会足够的给予奉献，打开自己最深层的情感。他可能也不是一个唠唠叨叨、喜欢说太多话、碎碎念的人，但是他的眼神蛮会说话的。他会愿意更多的观察你，更多的去理解你，更多的去支持你，更多的去包容你。这是一个心智还比较成熟的人，因为可能经历的比较多，所以跟同龄人相比的话呢，他会更加的淡定，更加的懂人性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尊重传统，但他也有自己的信念、自己的价值观。想法很通透，不是一个特别封建保守的人，不会盲从社会的一些框架，不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。所以，也许他信仰自由，他是一个丁克族，也许他是一个不婚主义者，他跟对方同居生活在一起就好。也许他不介意自己没有遇到真爱就不结婚。直到自己遇到了，他不会以对方的外在条件而去建立婚姻，他是以爱的名义去相爱的。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他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，并不盲从主流想法的一个人。但是，一旦他爱上你之后，他就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坚定的守护这段关系，并不代表着他不愿意去建立持久稳定的关系，而是他不愿意被太多的这种封建想法所捆绑。那从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是同性恋者的话呢，那他肯定也是同性恋者，在想法上面是比较开放的，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你的正缘呢，他是一个灵魂深处非常有故事的人，他走过黑暗，但是最终他选择光明。他的外表呢，可能是非常温柔，是很灵性的，是很可爱的，但是内心呢也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是没有大的一些脾气。他对爱绝对是那种很深情、很守护的。
他也愿意去照顾自己的爱人，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是可以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面子，没有任何的虚荣，然后好好拥抱你的人。他甚至愿意呢去被动，在感情里面被动都听从你的安排，然后小事大事都听你的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他喜欢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肌肤之亲，两个人去感受这种性爱，两个人去经常亲吻、拥抱、牵手，这是他很喜欢的。他很注重精神世界，他也注重物质世界。总之呢，就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多的精彩丰富，享受自己的生命活力，不要一成不变啊，不要仅仅停留在过去，还是要不断的去做突破。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蛮精彩的，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，因为他经常会从不同的角度，上帝视角去观看当下，所以是有蛮多智慧的。你们两个人呢，也愿意有思想上面的碰撞，去更加的聪明，去更美好的去创造未来，这是非常棒的消息哦。而且两个人是很认同彼此的，愿意手牵手呢，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，愿意手牵手去有更多人生共同的一些经历，去旅行，去感受这个世界，去感受宇宙的奥妙，会很搭，也会有很多的不离不弃，共同去克服困难。在这份情感里面，你们也会帮助彼此去接触到新的一些生活方式，新的一些文化，新的一些圈子。因为这段关系，你会得到一个可能更大梦想，或者是你以前不敢追求的梦想的这种实现的机会。有的人呢，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不是为了陪你原地踏步的，而是为了带着你去你从未想象的地方。你们就是这样，会重新的不断去思考人生怎样更加的享受，更加的精彩，更加的去打开、拓展。这段关系呢，也是你灵魂成长的催化剂，会让你得到更多自我的一些蜕变的，也会让你面对自己的阴影，可能恐惧啦、不安啊、控制欲啊、逃避啊、依恋啊这些消极的想法啊，你会有，但是它是会给你力量，让你去治愈，让你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。所以，因为它，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强壮。更加的勇敢，更加的自由，它不会让你停在旧版本的自己，而是会帮助你有更多的一些升级，更多的可能跳出自己的安全这种圈，或者是熟悉的圈里面，反而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突破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可以看到，它不是来满足你的，它是来唤醒你的。它不是陪你去复制过去的一些生活，而是因为正缘，你将会不断的去选择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正缘出现，你会更加的自由，你会更加的丰盛哦，这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可以很积极的等待你的正缘，但是相信在它出现之前呢，你已经生活得很好，你今生的爱情运势，你今生的金钱运势，你今生的这种生活运势应该都蛮好的。宇宙是爱你哟，请接受这份力量吧。
记得在公屏打出来，吸收好运，接收宇宙的祝福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这样的一个字样来吸收视频的能量，来感恩宇宙。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更加的快乐，更加的潇洒啦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关于你的正缘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，你跟对方之间呢，也许是有一定的差异，也许是异地恋，也许是跨文化的这种恋情，有可能自己是在海外，或者是在国际的环境，或者是在旅行之中，或者是透过网络去进行连接的。也许他不是你当下周围环境里的人，可能你们之间呢是有一点物理上面的空间距离的。也有可能呢，你是在从旧的环境抽离到一个新的起点的时候认识他的，也许是你刚换工作，或者是你刚搬家，或者是结束一段暧昧分手之后，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可能生病大病一场，身心灵更加健康之后认识到的对方。那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疗愈这张牌卡，就有可能是在心理成长的课程，或者是在瑜伽冥想、心灵相关的聚会场合，也可能是在一些艺术疗愈、艺术展演空间认识到的对方。也许你或者是正缘呢，曾经被感情受过伤、背叛过，所以你们相遇的时机，要么就是在选择释怀之后，要么呢就是脱离现有环境，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、新的地区之后认识到的对方，也暗示你可能在结束一个大的循环模式之后，迎接全新的一个阶段，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方向上的时候呢，遇见自己的正缘的。有可能对有的宝宝来说，你去外企上班，对方呢跟你是同事，可能你们在工作上面有共同的一些合作啊，慢慢去发现彼此的好，慢慢去稳定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的。也有可能你出国读书，或者是出国工作，或者是去远离家乡，去更远的地方发展的时候呢，认识到的对方。也有可能你们是在网络上面，通过社交媒体有更多的信息传递，发现对方是一个很有关爱、很有力量、很体贴的人之后发展起来的情感关系。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3这张牌卡，就代表着可能在一些工作场合，在一些团队协作之中，或者是自己去参加有个很意义的活动的时候认识到的，然后建立到的联系。有可能刚开始接触呢，并不是以恋爱为目的而去联系到的彼此，而去发展的情感，可能真的是有更多的合作之后，觉得这个人跟你还蛮搭的，蛮合拍的，大家呢也有比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，然后发展出来的情感关系是接地气、脚踏实地的连接。那另外呢，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可能是从一些不太真实的互动之中，慢慢发展出现实生活里面更多的一些互动。在这份互动之中呢，你会觉得彼此呢，其实都会给到很好的一些力量，彼此都互相的欣赏，互相的理解大家身上的不同性。也尊重彼此有不同的一些观点，不同的一些文化，不同的一些性格，会包容彼此，同时也会去更多的照顾对方，也会激发彼此更多的一些自信。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有一定的疗愈，有一定的潜力激发，
有一定的包容的力量所在。而你们相遇的时间呢，应该是非常快速的。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王牌、圣杯王牌跟战车这3张牌卡，代表你们互相的行动力非常的强。这段缘分将在你生命中出现一段全新开始的时候，有可能是1到3个月之内。你看到这个视频的1至3个月之内，这是命运给你安排好的新起点，会让你们有新的人生计划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，也是在自己的人生转折期哦。你们可能认识的很突然，接触的很迅速，发展的也是蛮快速的。2个人在这份情感里面，愿意给予更多的奉献，愿意给予更多的爱，愿意一起勇敢的向前走，无惧过去。大家呢都是蛮主动的，而这段关系也不是等待来的，真的是一边行动一边吸引来的。你愿意主动的去跟对方聊，你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界限、太多的边界感、太多的一些原则，或者太多的一些羞涩跟被动，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，由着自己的心情来，想聊的时候多聊几句，不想聊的时候呢，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动作，就是在这种非常潇洒、自在、很舒服的节奏之下，建立了情感关系。对方呢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，他应该是属于那种长得比较甜美或者是比较帅气的，是有比较强的魅力的，而且他的笑容也是很好看，充满着这种浪漫温柔的气质。他的脸部线条呢，应该是比较柔和的，看起来要比实际年纪更加年轻一些，甚至呢有一点比较纯真的少年感或者是少女感哦，是看着非常青春洋溢的，给人一种很简单、很快乐的心境，有一点点的羞涩、腼腆，不会特别的外向，就是想让人照顾啊、保护啊，然后想更多了解的类型。你对他呢是有好奇之心的。另外，他其实就是你理想恋人、梦中情人的那个样子，无论他的外表也好，还是他的性格也好，你都觉得刚刚好，是你所设想的那一种。而他的身材呢，也是属于那种站姿很挺拔，然后坐姿很端正，身材高挑瘦长的类型。穿衣风格呢也是舒服随性，比较喜欢穿鲜艳点的颜色，比较注重衣服的质量，不是一个特别注重时尚啊或者是潮流的人，可能不会戴太多的一些首饰，但是他愿意去尝试一些夸张的颜色造型。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，她可能愿意去尝试染发、蓝色啊、粉色啊，或者是浅咖啡色啊，她愿意就是身上多装扮一点色彩。另外呢，她可能也有一定的运动或者是健身的习惯，多多少少呢是喜欢户外活动的。这个人他是一个不喜欢拖延、敢于去冒险探索的人，他也有一定的好奇之心，渴望一些新鲜的事情，渴望接触一些新鲜的人。在感情里面呢，也是相对比较细腻的。好，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，
首先我们出现了海豚这张牌卡，它是一个聪明的、第六感直觉能力比较强的，有一定灵性、情感细腻，并且性格有一些调皮的人。可能在陌生人面前呢，他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，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，他更多的是比较活泼、幽默，也是在朋友之中的开心果，有很善良，有比较强的同情心，懂得察言观色，能给到周围的人情绪价值，声音呢好听，也会说故事，也有一定的艺术气息，是比较正能量积极的，但同时个性也是很坚强，有弹性，有韧性，有野心的人。这个人蛮有上进之心的，而且也有一定的目标感，吃得苦，一旦确定方向就会全力以赴，不会轻易的放弃，是一个不怕犯错、不怕跌倒的人。看着他是蛮温柔的，但其实内心非常有主见，不会让自己有太多的限制，也不会背太多思想包袱，也不愿意去随波逐流，是一个想要与众不同，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。另外呢，他对爱情非常的忠诚，对人际关系，对家人啊，对朋友啊，对爱人都非常的重视。他希望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遇见自己的伴侣，然后跟伴侣一起生活，分享人生，分享细节，形影不离的这种相处模式，很忠诚。他是属于那种生活型的恋人，他想知道你今天的心情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，你今天吃了什么，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是希望两个人可以脚踏实，一旦谈恋爱之后呢，就可以接地气，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啊，一起烹饪啊，一起做家务啊，一起生活在一起，彼此分享，共建未来的这种人。这一点特别的好，就像我们的这个爱之鹦鹉一样，就像我们的情侣鸟一样，内心呢是渴望深层次的连接跟陪伴的。一旦认定你，就会展现非常高的忠诚度，非常的专一，不喜欢玩任何的暧昧，玩任何的爱情游戏，要么就不爱，要爱的话呢，就爱一辈子，这是他的想法，所以他也非常重承诺，非常重视给到对方比较强的安全感。他的星座有可能是白羊座、射手座、天蝎座、处女座、巨蟹座，也有可能他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处女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、射手座、白羊座。这个人性格里面其实有一点非黑即白，对错分明，爱憎分明。他不是一个轻易妥协，或者是一个虚伪装腔作势的人。他喜欢打破规则，他也不喜欢就是太多的人情世故，要追求圆滑。其实他有比较敏感的那一面，但是他想什么就说什么。他能做到的事情，他就去承诺；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就不会讲。而且你不用去猜他在想什么，实际上他都会表现出来。他也会，如果身边有人有问题，他也会直接讲出来别人的问题。正是因为他很真实、不做作这样的一个性格，所以身边的朋友是蛮多的，大家都蛮喜欢他身上这样的一个特质，拥有一种很自然、很真实的亲和力。这个人呢，也喜欢自我表达，眼神炯炯有神，走路呢也是很有力量的状态。
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，喜欢挑战新的事物，不怕错，勇敢尝试，内心阳光，不轻易的放弃。他有一种小孩子般的这种单纯、好奇跟热情，算是人生的探险家，想要去了解不同的文化，接触不同年纪的人，听不同的一些故事，去不同的国家，愿意去旅行，思想上面是比较开放的，不会特别的狭隘，见过一定的世面，也不会是一个很斤斤计较细节的人。有时候呢，可能有点冲动，有时候呢，可能有一些不成熟，但没有关系，人无完人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内心是很积极的，是很开心的。另外呢，也可以看到，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时好时坏，有时候可能突然的沉默啊、低落啊，但有时候呢，又可以就是开朗的大笑。其实这个人看着好像蛮坚强的，其实内心也有很柔软、比较脆弱的那一方面，需要周围的人给到他一定的理解，给到他一定的肯定。实际上对待他就是你给予更多的欣赏、鼓励是最好的。他做的好的事情呢，你就多表扬表扬他，让他可以有更多愿意去表现、更多愿意去做的情况。他做的不好的事情呢，你也可以直接的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你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你理解他这么做，那他就会去考虑，他就会去做反省，他就会去做修正的。这个人呢，情感是比较细腻的，但是他接收别人指出来他的缺点，他是可能当下不会去认错，但是之后呢，他是会去做一定的反省，会去做一定的改正的，这一点很好。另外，只要是真心对待，他都会非常的忠诚。他喜欢深层次的连接，两个人在感情上面呢，不仅是精神上面得到共鸣，智慧上面可以随时进行沟通交流，那么在身体上面呢，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共鸣呀，多亲亲，多拥吻，多牵手。这个人做事呢，也是比较谨慎的，而且他的观察能力比较强，对人不急不躁。喜欢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关心，帮你去排忧解难做事情呀，送你需要的一些东西呀，给你做饭啊，给你洗衣服啊，其实这些都是行动，他不会嘴巴在那边一切都讲得很好，就是夸夸其谈，嘴巴上面简是甜言蜜语，但是不做行动。他不是，他可能不会讲太多很优美的哄你开心的话语，但是呢，他是会用实际的动作来让你看到他的真心的。所以不是一个花言巧语的人，是一个感情上面很可靠，感情走得慢但很稳的人。这个人有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标，喜欢规划自己的旅行，规划自己创业事业，规划自己的人生方向，不是一个追求一成不变、安于现状的人。在别人眼中呢，是一个有标准的梦想家。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他都会主动的去追求，不会犹豫不决的。他也希望自己跟另外一半可以一起去建造未来，共同的成长。如果说你们两个人能同步的话呢，他是会愿意跟你一起去走得更远的，创造更大的梦想啊，去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啊，这都是他愿意的。其实这是一个喜欢学习、喜欢流动的人。对于人生充满着热情，充满着行动力，
内心呢有感性的一面，但是呢又是比较务实的现实主义者。有时候呢有一些小冲动，有时候呢又有一些深谋远虑。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，做不同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总是保持着新鲜感，所以总是保持着这种很青春阳光的状态，非常好的一个性格品质，而且长得又是你很喜欢的那一款。你很可能是因为外貌协会而喜欢上他的，但是更多的接触之后呢，会发现他的性格也是很有魅力、很吸引人的，所以两个人产生很强烈的一些趣味玩乐关系，这是非常棒的消息哦。宇宙呢，应该是按照你的想法给你指派的理想恋人，感恩宇宙吧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这段关系里面呢，会有蛮多的一些突破、自在以及转化的门槛。这张牌卡呢，象征着跨越限制，迈入到未知以及幸福之门打开的状态。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蜕变期，勇敢迈出自己的舒适圈，会做更美好的改变，也许是跨国，也许是跨文化，也许是跨阶层的恋爱。这个阶层呢，就代表着可能你们的家庭条件不同啊，或者是两个人年龄差距比较大，或者是大家的这种事业专业差距蛮大的。总之呢，会有这种向前迈一步，从封闭走向开放，重新选择幸福这方面的能量。这不是一段很轻松的小恋情，但是呢，是可以推动你成为更完整的自己的重要恋情。而且在这段关系里面，你也愿意勇敢的去爱，勇敢的去奉献，你也会爱的毫无保留。这段关系呢，也是宇宙命运给到的恩典，充满着祝福。其实身边的人呢，都蛮祝福你们两个人的。你也会感觉内心的稳定感提升了，内在爱的能力被开启了，自己的自信呢更多的回归了。周围的人呢也会从最刚开始的惊奇、惊讶、惊喜，慢慢的变到给到你们的祝福，给到你们的支持。所以不会是一种很平常的循规蹈矩的恋情哦。而在这份关系里面呢，你会得到更多的心灵成长，你也会更多的情感疗愈，对爱的信任，同时在灵性上面也会得到更大的一些成长，对爱的理解，对爱的体验角度完全不同，超过于你现有的一些认知，也会因为对方呢而开启自己内在对于爱的光芒力量。你们两个人很可能就是灵魂伴侣、命定对象。跟对方相遇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，然后灵魂被唤醒的感觉，非常强的力量。所以这段感情呢，就是你生命的转折点，让你跨越阶层、跨越文化、跨越伤痛，开启命运的新篇章，让你有一种好像破茧而出的缘分。让爱情之中呢诞生更多的一些力量，同时也在亲密关系之中看见自己的无限可能。因为对方，你变得更加的美好，变得更加的勇敢，变得更懂得如何去感知爱，如何去爱。所以这段关系也会带来喜悦、成长跟灵魂的合一的。亲爱的，准备好跨越门槛去迎接生命中真正的爱与光了吗？感谢宇宙给到你的祝福，我们可以尽情期待这位恋人出现呢。
如果你喜欢这个恋人的话，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接收宇宙的爱，我是丰盛的，我正在显化自己的幸福，接收自己的正缘，好吗？那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